想象一下在鸽子湖畔散步，看着镜面般的湖水和壮观的冰河地形，真的会被大自然震撼到。这时回想起摇篮山之父当年的故事，更有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山区冷起来不是开玩笑的，这时泡个桑拿，洗去疲惫最舒服了。入夜后记得裹上厚大衣去 Running Creek 走走，在星光下寻找草丛里那些像移动奇异果的超迷身影，那绝对会是你整趟旅行最难忘的惊喜。这趟鸽子湖半日游虽然要3000元左右，但真的非常值得。它是塔斯马尼亚超人气的景点，地质景观和历史建筑都很有特色。原本步道走完一圈6公里，大约要2到3个小时，是当地排名前60的经典路线。不过因为我们参加的是半日游，导游说时间比较紧凑，所以就直接带我们攻下最精华最经典的那一段，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也能拍到最美的风景。去鸽子湖前，旁边那个刷鞋站一定要用，记得把鞋底和侧边的泥土彻底的刷掉，最后踩一下消毒药水垫，杀死肉眼看不到的真菌孢子。这个动作超关键的，因为当地的生态非常的脆弱，一旦带入外来的病菌，这个地区特有的物种可能就会因此而消失。为了保护美景，进去之前请花几秒钟把鞋子洗干净。鸽子湖以倒映壮丽的摇篮山景色而闻名。由于湖泊被四周的山峦环抱，风力较小，无风时湖面会像一面深色的镜子，将摇篮山著名的锯齿状多鳞石峰完美的倒映在水面上。鸽子湖的水为什么这么清呢？简单的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巨型深水池。几万年前冰川移动的时候，把地表铲出一个超深的大坑，湖底都是硬邦邦的岩石，不像一般的湖泊有泥巴，所以没有什么杂质会飘起来。因为底下的沉积物极少，水质才能像现在看到的这么通透，那种清澈感。如果你仔细看浅滩，会发现水的颜色红红褐褐的，这其实是大自然的天然茶包。周围的纽扣草和植物落叶分解之后，会释放出单宁酸，把湖水染成像红茶一样。单宁酸具有抗菌的作用，而且它的酸性的环境让藻类很难生长。因为没有藻类在水里捣乱，水质才不会绿绿稠稠的，所以这湖泊就像一大桶泡好的极其清澈的冷泡茶。摇篮山山顶的锯齿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是一场长达数亿年的大自然雕刻秀。这里的岩石灰绿石在冷却时就已经自己裂成一排排整齐的垂直石柱，因为海拔高，水钻进裂缝后反复的结冰膨胀，像撑伞一样把石柱一根根的撑断崩落，最后只剩下中心最硬的地方没有倒，就形成了现在看到那种像巨型石笋或锯齿状的神奇外观。简单的来说，就是经过常年的冰冻与风化，把整座山切成了像现在这种帅气的形状。在荒野苍茫的摇篮山背景下，出现了一座线条简单的人造木屋。这座船棚建于1922年，是摇篮山的首位护林员建立，用古老的工法，透过当地的比利王松建成。这种木材非常抗腐蚀，让它能够在摇篮山极端的风雪与潮湿中矗立超过100年。当时会盖它是为了存放游客游湖时的小船，但随着国家公园保护政策的加强，现在湖上早已不准划船，成为一个纪念性的景点。走进船棚内，可以看到古老的粗犷木梁，常年受风雨侵蚀而变得灰白的木板，
以及早期造船或存放小艇的空间布局。往正前方直视，会看到摇篮山的双峰以及平静如镜面的鸽子湖水面，又是另一种独特的视角。阳光洒在上面。这座木屋叫翁代，意思就是森林里的家。它是摇篮山之父库斯塔夫在1912年亲手盖的。他推动保育，促成摇篮山被列为保护区。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是后来重建的复制品，但里面摆的那些生活用品和老照片都是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100年前这里没有电，没有瓦斯，连个像样的路都没有。他们就在这片荒郊野外过着极简的隐居生活，真的很有感触吧。温多夫森林步道是一条非常短而精致的步道，短短20分钟内就可以走入古斯塔夫当年的生活环境。大部分路段都很平坦。这片树林主要是由比利王松和桃金娘榉木所组成。森林底层覆盖着厚厚的、色彩鲜艳的苔藓和地衣，给人一种进入魔幻森林的感觉。步道尽头有古斯塔夫的坟墓，以纪念他对摇篮山的贡献。由于这对夫妻都是植物学家，在气象和植物学及生态保育留下了很多记录，并协助从摇篮山到圣克莱尔湖国家公园约64000公顷，成为景观生态保护区，最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我们住的 Discovery Resort 园区内有一个独立手工木质桑拿房，采用塔斯马尼亚特有的胡温松和国王比利松建造，散发独特的木头香气。设有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一边享受着80度到90度的高温，一边直视着摇篮山的壮丽山景。桑拿房外面设有胡温松特制的露天冷水淋浴，可以在森林芬多金中进行北欧式的冷热交替疗法。我第一次尝试，觉得还不错，也没有头昏。事后了解，发现他们用了一台很棒的科技桑拿设备，虽然高温有80度，但不会觉得房内很闷热，呼吸起来也很顺畅。透过冷热的交替，觉得身体很舒服。这1个小时约台币950元，建议有机会可以来尝试一下。摇篮山的夜间野生动物探险之旅相当受到好评，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袋鼠和袋熊，一个人约台币1300元。在路上沿路就看到好几只袋鼠。我们在 Running Creek 下来步行，这里是公认在摇篮山看袋熊最佳地点。有一片广阔的草地，袋熊非常喜欢在这里啃食草根。沿路上会发现很多方形的粪便，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方形的肛门，而是肠壁的生理构造。因为它们的肠道非常的长，但消化过程极其缓慢，水分被彻底的吸收。粪便在进入直肠前就已经干硬到维持这个方形的外壳。袋熊是个高度依赖嗅觉与听觉的动物，视力相当差。红外线的照射因为没有散发出捕食者的气味，也没有发出刺耳的电子噪音，所以不会影响到它们。这只小袋熊很开心的在啃草根。虽然袋熊看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跟袋熊保持距离，绝对不能触摸或喂食。虽然它们看起来像慢动作的毛绒球，但如果感到威胁，它们冲撞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哦。
在这里，袋鼠和袋熊是可以和平生存，虽然都是草食性的动物。塔斯马尼亚国家公园在 Running Creek 铺设的完善的木栈道，不仅保护了脆弱的泥炭土环境，也能让游客以不干扰的方式，在极近的距离观察动物。袋熊通常对木栈道的游客视而不见，专心低头的吃草，而袋鼠则常在步道两侧的灌木丛出没。脚有没有？你说从豆眼这样看，对，你看下面在动有没有？有没有？有。Really? Is that the hand waiting for something 你 to 说 come? baby 它把它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摇篮山这么多袋熊？因为摇篮山拥有广阔的亚高山草甸与纽扣草平原，为袋熊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的一部分，严禁狩猎与干扰野生动物。袋熊在没有人类威胁的环境下繁衍，加上天敌相对较少，难怪摇篮山被誉为是袋熊的天堂。Tones. Do you guys see them? So there's the blonde Bennett wallaby. Oh, there's actually two blondies, and then there's the baby, that one. Yes, there. Oh, your baby, yeah. Do you see it? Isn't that the cutest thing you've ever seen? Oh, there he goes. I think baby paddy melons are the cutest out of all the babies. 整体来说，我很喜欢这个夜间的探险活动。看到一堆胖嘟嘟、圆滚滚的袋熊，真的很疗愈。接下来，请继续跟着我们旅行。And then up here on the left, this is a little paddy melon town.